如果你家里还有老人，那你一定见过一种老东西，白底红花，边上还有一圈黑边，洗脸用它，喝水用它，装饭用它，腌咸菜也用它。谁家结婚还得买上一对印着大红喜字的脸盆。那时候谁家要是没有几件搪瓷制品，反而会觉得日子过得不像样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个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国民好物，却在进入21世纪以后，慢慢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。现在去商场转一圈，很少还能看到它的身影。厨房里变成了不锈钢，卫生间变成了塑料盆，就连过去人人都用的搪瓷缸子，也被各种保温杯代替了。很多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因为搪瓷不好看了，样式太老了，所以没人用了。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，真正让搪瓷退出舞台的并不是颜值，也不是潮流，而是一连串变化共同造成的结果。有材料升级，有工业发展，有健康意识提高，还有消费习惯的改变。看似只是一个老物件消失了，实际上却记录着中国家庭生活几十年的巨大变化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搪瓷为什么会从人人离不开的生活用品，慢慢变成只能在老照片里才能看到的时代记忆。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搪瓷其实并不是中国发明的，它最早出现在欧洲，几百年前它还是贵族才能使用的高档工艺。那个年代，一件制作精美的搪瓷器皿价格非常昂贵，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。后来，这项工艺慢慢传到中国，经过不断改进，开始适合大规模生产。真正让搪瓷走进千家万户是新中国成立以后。当时，全国轻工业快速发展，老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便宜、耐用、好用的生活用品。而搪瓷几乎把这些优点全部占全了。先说最现实的一点，就是耐用。那个年代，家里的东西都要想着多用几年，买一个脸盆，不是用1年2年，而是希望能一直陪着一家人生活。木盆怕潮，容易发霉，陶盆容易摔碎，铁盆时间一长又会生锈。相比之下，搪瓷就显得特别省心，表面光滑，清洗方便，不容易生锈，正常使用很多年都没有问题。很多老人家里的搪瓷盆到现在还能继续用，这放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品质。除了耐用，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，就是好看。不要觉得今天看着普通，在那个颜色并不丰富的年代，一抹鲜艳的大红花就已经足够让人眼前一亮。很多家庭都会挑选印着牡丹、梅花、山水或者喜字图案的搪瓷用品，尤其是结婚的时候，一对红双喜脸盆，一对搪瓷茶缸，几乎成了标配。它们不仅是生活用品，更是一份喜庆，一份体面，也是很多家庭新生活开始的象征。再加上搪瓷用途特别广，洗脸可以用，洗菜可以用，盛饭可以用，烧水也可以用。农村干农活能带着它去地里送饭，工厂上班，工人拎着搪瓷饭盒去食堂，学校宿舍，学生人手一个搪瓷缸，医院里有它，火车站有它，单位食堂有它。几乎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，就一定能看到搪瓷的身影。它不仅是一件商品，更成为那个年代最熟悉的生活符号。正因为这样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，到90年代前后，全国各地建起了大量搪瓷工厂，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老牌企业，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全国。那个时候，搪瓷不仅满足国内需求，还出口到了很多国家。可以说，在那个年代，它就是中国家庭生活里最重要的日用品之一。很多人对童年的记忆，就是从一个搪瓷脸盆、一只搪瓷茶缸开始的。它陪着孩子长大，陪着年轻人成家，也陪着老人慢慢变老。直到后来，一个新的时代悄悄到来，它的命运也开始发生改变。后来越来越多人发现，搪瓷虽然耐用，可它并不是没有缺点，而且这些缺点在过去可以接受，到了生活越来越好的年代，就慢慢变成了无法忽视的问题。先说大家都遇到过的一件事，小时候谁家要是不小心把搪瓷盆掉在地上，大人第一时间不是心疼盆，而是赶紧捡起来看看有没有掉瓷。只要边缘磕掉一小块，里面黑色的铁皮就露出来了。刚开始只是难看一点，可时间一长，空气和水一接触，铁皮就开始生锈，锈迹越来越大，掉漆的地方也越来越多。原本一个漂漂亮亮的脸盆很快就变得斑斑驳驳，很多老人舍不得扔，还会继续用。可
可放到今天，大多数人看到这样的东西，第一反应就是该换新的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搪瓷表面的那层釉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，它最怕的就是猛烈碰撞，也怕冷热变化太快，刚装过开水又马上冲凉水，有时候就可能出现细小裂纹，时间久了，整块釉层都有可能脱落。一旦保护层没有了，搪瓷最大的优势也就没有了。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饮食安全，人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。过去一些早期生产的搪瓷制品，在制作工艺和原材料方面，与今天相比还有不小差距。尤其是部分老产品，如果已经出现严重掉瓷、开裂或者长期磨损，就不适合继续拿来盛放食物和饮水。以前大家觉得只要还能用，就继续用，现在更多人开始关注使用安全，家里的老物件也逐渐被更新换代。这种变化不是因为大家变得挑剔了，而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。过去追求的是能不能用，现在追求的是用得更放心、更安心。这其实就是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。当然，仅仅依靠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让一个行业迅速退出市场。真正改变格局的是后来出现的一批新材料。首先冲击最大的就是塑料制品。很多人还记得，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各种颜色鲜艳的塑料盆、塑料桶、塑料水杯开始大量进入市场。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摔不坏，价格还便宜，家里有孩子也不用担心碰一下就掉瓷。以前一个搪瓷盆要小心翼翼的使用，现在换成塑料盆，掉在地上拍拍灰继续用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谁更方便，大家自然就会选择谁。慢慢的，洗脸盆、洗菜盆、水桶这些原本属于搪瓷的市场被塑料一点一点占走了。紧接着，不锈钢制品也开始快速普及，特别是在厨房里面，它几乎改变了整个使用习惯。不锈钢耐高温，不容易生锈，结实耐用，外观也更加简洁。锅碗瓢盆、水壶、饭盒，一个接一个换成了不锈钢。后来还有更多新型陶瓷、耐热玻璃等产品不断出现，消费者可以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过去只有搪瓷才能完成的事情，现在很多材料都可以做到，而且做得更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搪瓷原本的优势自然越来越小。除此之外，行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市场需求开始下降以后，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，只能不断压缩生产费用。有的产品越做越薄，有的工艺越来越简单，质量参差不齐。消费者买回家以后发现没有以前耐用，对整个搪瓷产品的印象也越来越差。口碑一旦受到影响，销量自然会继续下降。与此同时，随着环保要求不断提高，一些设备落后、污染较大的生产线也陆续进行了升级或者停产，整个行业开始进入调整阶段，一部分企业转型，一部分企业退出。曾经热闹非凡的搪瓷工厂也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都会觉得搪瓷是不是已经彻底消失了？其实答案并不是消失的，只是过去那些普通家用搪瓷制品，而搪瓷这项工艺却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。相反，它换了一种身份，又重新回到了大家身边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可能会觉得搪瓷是不是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？其实并没有，它离开的只是普通家庭最常见的那些日用品，那门工艺并没有消失，而是换了一种身份继续存在。如今，越来越多人熟悉的珐琅锅，本质上就是现代搪瓷工艺不断升级后的成果。新的材料、更成熟的烧制技术、更严格的质量标准，让它不仅拥有漂亮的外观，也更加符合现代家庭对安全和品质的要求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些工业设备、医疗器械以及特殊化工设备上，经过改良的搪瓷材料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因为它耐腐蚀、耐高温，在很多特殊环境下仍然有其他材料难以替代的优势。近几年，随着怀旧风再次流行，一些带有年代感的搪瓷杯、搪瓷盘和搪瓷摆件又重新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里。有人把它摆在咖啡馆，有人把它放进民宿，也有人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。人们喜欢的不只是它本身，更是它背后承载的那段岁月。每一道磨损的痕迹，每一块褪色的花纹，都像是在讲述过去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子。回过头来看，真正发生变化的，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，而是整个时代。过去，我们更在意东西能不能用，耐不耐用。如今，
我们更关注安全、健康、舒适和美观。生活需求不断变化，产品自然也会不断更新。搪瓷退出普通家庭并不是失败，而是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。它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，也见证了中国家庭生活一步步走向更加丰富、更加美好的今天。那些曾经陪伴无数家庭的老物件，或许已经不再是生活必需品，但它们留下的烟火气、生活记忆和时代印记，却一直留在很多人的心里。或许，这就是老物件最大的价值。如果你家里还收藏着一件老搪瓷用品，不妨拿出来看看。它承载的不仅是一件器物，更是一段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